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叫香港今又何，意思就是香港现在怎么样了呢？第二个叫疫情持续发酵，民生问题涌现，第三个是中加关系会走向哪里？我们讲讲今天突发新闻就不多。而且没有什么值得专题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讲2个，先讲香港。香港今又何那么香港统计处8月12号公布香港最新的人口数字，到今年的年中就是6月份，人口数字是739万4千那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万7100人。减幅为 1.2%。 统计处解释人口下跌是由2个部分构成，一个叫自然减少，自然减少就是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就自然减少。那么另外就是香港居民的净移出，就是移民离开那么同期自然减少是11800人，那么香港净移出是75000人，就是1年之间香港移出了75000人。那这个数据是不是真实呢？这个数据并不真实那么强基金是香港的一个退休计划基金强基金有个管理局说，这个从去年的4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理由提走这个强基金的总共是65亿港元，比去年上升 27%， 创历来的新高那么香港政府的发言人不承认香港有移民潮，不过你在香港机场每天都能看到大批的香港人带着非常多的行李在机场和他的亲友哭着道别的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上演，显然这有不同的结论那么香港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件事情是从去年的7月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港版国安法的实施，香港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面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一国两制的消失那么香港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快那么第一个变化就是政治权利大家知道，当你政治权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是基于政治权利的改变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份通过修改基本法附件3，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把香港立法会的议席增加到了90席，那么增加了社团领袖和政协代表组成的选委会，可以选出立法委员。那么市民的选举的地方议席也在减少，由区议员选出的立法会的议员界别被取消掉。人大常委会8月份再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以纳入基本法附件3的方式那么准备就是在香港实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香港没有办法，香港六四纪念的集会今年开始没有了这个以公安条例封锁，把整个维多利亚公园封锁起来，然后在3条过海的隧道设置路障，就是各个区虽然是这样，香港人还是在纪念六四在各个区香港市民在各个区自己点蜡烛纪念虽然有警察干扰，但是香港人还在坚持然后香港政府要求所有的公务员宣誓效忠基本法那么至少有170个区议员因为参与民主派的初选不安排他们宣誓那么而且有一部分人自行辞职，我不干了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民主派人士不断的被政治打压，不断的以各种罪名这个抓
被告入狱啊。那最重要的当然是什么？最新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48年历史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啊，简称教协啊，教协8月10号解散啊。教协的解散其实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啊，因为教协基本上是深入到香港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它是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啊。教协的解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现有的整体的社会，起到一个社会支撑作用的社会组织将不复存在。这就跟中国就一样，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组织的国家。中国除了中共和中共以外，没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其他的社会组织，比如说共青团、妇联，都是附庸。其实是它不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是个没有社会组织的社会。那么香港教协的解散意味着什么？香港也会变成一个不会再具有社会组织的社会，这是趋势，不是讲现在还有，但是教协的解散意味着其他的社会组织也会逐渐的消失啊。那么教协是由这个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人物叫司徒华创立啊。那么他在香港有96000名会员，是香港最大的单一的工会组织。教协一直非常积极的参与香港的这个政治议题啊，包括除了参加选举以外，他基本上都参加各种政治议题，包括这个反国教啊，反这个国教科书事件，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包括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等等啊，他们都参与，教协都参与啊。那么7月31号，新华社、人民日报出来点名啊，香港教育协会啊，鼓吹反中、反政府，蛊惑学生抛弃学业和前途，毁坏香港社会的希望和未来，要求取缔。7月31号当天，香港教育局当天宣布和教协终止这个工作关系，然后8月10号，教协就解散了，10天时间，教协就解散了。这是社会组织，我们讲社会权利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媒体啊，媒体的巨变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苹果日报啊，26年的苹果日报唯一的反对政府的报纸啊，停刊啊，6月24号最后一份，然后其他的啊，像什么立场新闻删稿子，852遣散员工，然后这个端传媒是撤离到新加坡啊，然后是香港电台，整个的香港电台已经变成了中央电视台啊，然后这是媒体反映什么？媒体反映社会面貌啊，因为媒体是这个社会的人们去观察这个社会的眼睛啊，那你媒体巨变意味着这个社会面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然后就是人身自由啊，人身自由，入境条例8月修订啊，那么香港入境处的处长有权禁止任何人进出香港啊，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违背了基本法啊，这个行为是违背基本法，因为基本法有出入境自由，出入境自由是什么？就是我出入境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啊，那他现在有权利阻止你出入境啊，这就是其实违背基本法。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封网啊，这个今年1月份，香港宽频按照国安法的要求封锁香港编年史的网站，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啊。然后香港再通过了一个新的条例啊，什么条例呢？要求从2023年开始，电话卡实名制啊，看见没有？
中国大陆的事情开始在香港发生啊。每天你最多只能登记10张电话卡，然后6月份修改了这什么呢？修改了这个电影检查条例啊。那么如果电影里面有损害香港，有损害这个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就不宜上映啊，就开始要电影审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电影审查制度啊。然后是教育，其实很多人移民是因为教育啊，教育就是从今年年中开始，将会把原来的通识科，香港有一个非常教育改革，这是上一次教育改革的结果，就是有一个新的科目叫通识啊，通识里面就包括一些对时事的了解，把这个通识科改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啊，把批判性的思考内容全部删除啊，增加什么呢？增加国民身份认同，这就开始洗脑了啊，和国家安全的教育。那么把这个科目维持成为必修和必考科目啊，就开始向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思政课啊、思想政治课的方向转移了啊。然后呢，然后教师要接受国家安全教育培训，而且警告这些老师不可以向学生宣扬个人政治立场或者煽动性的言论啊。教育最先变质的就是教育，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媒体。中共抓得最快的就这2个部分，所以香港人开始面对着压力，面对这个巨变，有些人就开始想走了啊。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啊，今年6月份这个公布香港青年对未来的看法啊，57.5%的人愿意离开香港，前往除中国以外其他的地方发展啊，发展他们未来的生活。12.8%的人表示啊不是很想，也不太想离开香港，12.8%啊。那么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去年9月份的民调，当时的民调已经说有1半的人已经在准备移民。移民的理由有几个，第一个，不满特区政府的政策啊；第二个是香港政治不稳定；第三个是香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人权情况变坏、丧失新闻自由、香港政治不民主这几个理由啊。那么移民的目的地排第一的是英国23.8%，第二是澳洲11.6%，台湾是10%啊，排第3，加拿大是9.3%，排第4，美国是5%，排第5啊。那么虽然政府不承认，但是啊，这次的移民潮有非常确凿的证据啊。移民必须申请什么？良民证啊，那么叫无犯罪记录证明书啊。那么警方的数字啊，今年首5个月良民证申请的个案达到15700份啊，连续5个月上升，达到5月份前5个月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数字啊。然后这个统计局啊，教育局统计截止去年的10月份，中小学1年之内流失了15400名学生啊。英国政府宣布啊，截止3月31号，有34000人申请 BNO 的签证啊，申请 BNO 签证就是要去英国了啊。另外有5500名持特区护照的人士入境时申请过渡准许证，他就没有申请这个 BNO 签证，直接拿着特区护照入境的时候就说希望过渡啊。那么这次香港的移民呢，和1997年的移民潮就不一样啊。那么中产阶级的家庭的主要的移民的原因是什么？担心教育啊，那么担心这个下一代，就是说担心他的孩子，其实简单的讲，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洗脑，这是中产家庭啊，中产家庭为主，
这次移民是以中产家庭为主。那么，而且这次移民的特点跟以往也不一样，这次移民是举家移民，全家走，甚至是一家三代人一起走啊，连老人连小孩一起走啊。那么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年轻人啊，年轻人走很多是因为参加社会运动，那么参加社会运动就要离开啊，这种年轻人离开去哪里多？去台湾比较多。所以呢，很多人讲的，你在机场看到的场景，就是非常让人痛心的场景。这里面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叫破釜沉舟啊，第二个叫依依惜别啊。所以他们很多，这跟以前跟这个97年不一样。97年觉得我先出去看看，先把东西安顿好，万一不行，我就不回来了。如果回来，如果发现情况我没什么变化，我还回来挣钱。大体上是这么想啊。97年的移民潮，就先把老牌子安顿到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然后就看看香港回归情况怎么样。行，97年过后发现没什么变化，就回流了，就开始回流了啊。那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不一样。那现在还有一部分人留在香港，留在香港人是什么情况呢？当然，第一个是这个家庭原因啊，老人家不想走啊，老人家不想走，甚至有些老人家这个需要照顾等等啊，还有一些就是经济原因，财力啊，觉得自己钱不大够啊，担心在海外找不着工作啊，还有一些人其实是我就不走，我就是要跟你抗争，这是有一部分人是这么想啊。那这次的移民潮，其实呢，这次的移民潮对香港打击是最大的。为什么？大家知道，香港作为一个亚洲金融中心啊，它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它最重要的资产是人才。那这次走很多是专业人士，他们在香港是过得挺好的。其实香港的专业人士在香港过得是挺好的，这是第一个。人才的流失是因为他没办法短时间之内复原啊，所以人才的流失是香港最大的打击。当然还有一个是什么？资金的流失啊。那么有各种数据，有各种不可靠的数据，那么几千亿是有啊。今年以来几千亿走掉了，几千亿是有的啊。那我没有数据啊，大体上应该有个这个数。你想一下，一个香港的家庭，他的资产的情况啊，乘以这个大概离开的人数啊，大概几千亿是得有啊。那么我们相信情况会持续的恶化啊，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情况。现在有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有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反外国制裁法。香港正在准备把中国是通过了6月份啊，今年6月份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现在是香港是准备把这个外国制裁法引入到香港，还是用那个国安法的模式，用基本法附件3的方式直接插到香港去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啊，影响非常的大。大在哪里呢？那么原来是这样，原来呢，美国制裁香港，或者美国制裁这个香港官员或者中国官员，在香港的金融机构其实是很为难。为什么呢？你想一下，美国一宣布，香港的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须遵守。为什么？如果你不遵守，后果很严重，因为美国政府会制裁你这金融机构。制裁你这金融机构，你想一下，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你这个金融机构被美国制裁，它很简单，不让你用这个美元结算，你就死了，你就已经完蛋，你整个业务就会崩溃了。所以呢，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遵守美国的制裁。那这个时候呢，特区政府呢，基本上在这个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是制裁就制裁吧，包括这个林郑啊，林郑月娥其实是被香港所有的银行制裁的，制裁他就是，所以林郑月娥是香港没有银行账号的人，所有的银行账号都被取消掉，所以他发工资是发现金，拿一堆现金发给他，他都捧着一堆现金回家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人。那特区政府就睁只眼闭只眼，因为没办法，因为这金融机构就算这个中国银行也得这么干，在香港也得把他林郑月娥的账号取消掉。那现在是，如果他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引入到香港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区政府就不能够睁只眼闭只眼了。为什么？因为你反法国制裁法一出来的话，美国政府假如再制裁这个林郑月娥，那特区政府就必须站出来，按照这个反制裁法的要求去反过去去制裁对方。那这些金融机构怎么办？这些金融机构就变成一个中间就变成一个魔星了，它很困难。它跟不跟美国呢？不跟美国的话，美国会制裁它，它已死定了。他如果跟美国，他要是跟了美国的话，特区政府要制裁他，他也死定了，他在香港也死定了。所以等于是跨国的金融机构，如果反外国制裁法真的在香港实施了，那跨国的金融机构就要撤离香港，必须撤离香港，因为他将面临一个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政治处境。那这是蠢嘛？非常蠢，非常搞笑啊！那为什么会这么蠢的事情会发生呢？其实这么蠢的事情还有很多，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包括国安法，国安法非常愚蠢啊。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北京不会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只会站在什么？我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对抗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要跟你对抗，那我除了在中国大陆要对抗你以外，香港是我的地方，我也得让香港跟你对抗，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所以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要引入到香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特区政府知道吗？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不说？他不敢反对，所以就是中国的事。所以昨天他们这个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问起啊，他为什么这些这么明显的事情，难道他看不到吗？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看到很多明显的错误，它为什么还会发生的原因是，它并不是说这件事情的问题他看不到，不是的，是看得到这个问题的人不说话，而制定这个政策的人他不看这个角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在看，这就是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发生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香港禁诱和这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第二个主题，疫情持续发酵，然后民生问题涌现啊。那现在的情况是扬州，先说扬州是本土病例增加37例，然后这个累计病例达到485例啊。扬州有4个地区提高这个风险，调整为高风险地区，那么又在主城区进行第7轮核酸检测啊，不断的核酸检测。第6轮核酸检测了159万，目前已经查出两例阳性啊。然后呢，这个网上就有个说法，说这个扬州市委书记张宝娟啊，在向副总理孙春兰汇报情况的时候啊，就表功说啊，我们要把扬州主城区170万的人封锁住啊，就是把病毒困在扬州，给中国人民、给全国人民做贡献啊。孙春兰就把他打住啊，你打住，你这政治认识完全不对，国家需要你做什么贡献？扬州170万人民不是人吗？啊，然后你还是不是扬州市委书记啊？就把他给骂了个大红脸。
你可以看一下，一个当地的市委书记讲出这样的鬼话这就是当地的一把手就是你说这样的人在做父母官，当地的人民是什么场景这是一个然后江苏是8月12号上午9点开始，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扬州、镇江、泰州这些城市总共有93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单向或者双向封闭关起来不通了。这件事情在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也发生过各地的这个高速公路都出入口都封闭。封闭的目的是什么？叫阻断现在你可以看江苏省在全面阻断这个交通，全面阻断交通意味着什么？经济全部会停顿下来。大家知道经济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交通，只要交通一停，经济就会停顿。你可以通过江苏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江苏的经济肯定是停顿下来。那么这件事情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生？你可以看现在热点的地区，一个是江苏，因为这一轮疫情源头在南京所以江苏是一个疫情的热点。还有一个就是湖南，湖南的张家界，一个是湖南，一个是湖北，一个是河南，一个是北京，这几个地方都在你可以看8月11号下午，宁波机场取消往返北京的所有的航班，这个阻断就开始不断的在蔓延。其实你可以看到，随着疫情的发生，这个交通最先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是交通交通开始慢慢的阻断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经济会受阻断的影响然后是广州广州呢，广州是这一轮这个 Delta 病毒株最先到达的城市，广州那么上一轮的疫情就是5月21号，5月21号持续了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广州全市累计感染是153例包括146例这个无症状和7例无症状直到从5月21号到6月27号广州清零，这一轮疫情就结束那么广州的疫情蔓延到了佛山、湛江、茂名和南宁那么广东省广州市那么6月中成立了调查组问责今天宣布问责的结果总共处理了20名官员先说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志英诫勉就是批评他就是诫勉。然后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志英诫勉，广州市副市长黎明党内警告政务记过然后是广州市卫健委主任黄光烈免职免职跟撤职不一样我等一下说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胡文奎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广州市卫健委医管处处长夏海辉撤职降为4级调研员，应急中心主任李双明政绩记过，疾控中心主任杨志聪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然后是商务局局长洪谦党内警告政务记过。然后呢，这一轮的疫情感染最先发生在荔湾那么153个感染者当中，其中127来自荔湾区所以这次问责的名单当中，有一半是荔湾区的官员包括什么呢？包括区长书记等等那么荔湾区委书记陈晓华免职，荔湾区长毕瑞明免职，荔湾区常务副区长林俊撤职，
所以撤职跟免职不一样啊，降为2级调研员。纪委书记、荔湾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于方海，党内警告，调离纪检系统。副区长顾伟新，党内警告，政务记过。然后是这个荔湾区卫生健康局局长顾湘撤职，降为4级调研员。这个荔湾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周建增撤职，院长撤职。那么基本上就这样。那么撤职比免职是更严重的处理方式啊。免职呢就是解除你的职务，但是呢你的这个而且这个影响期之内不会再安排领导职务给你。如果再任命的话，你原来的职务或者是这个职责范围会相对缩小，但是呢，职务的层次不会改变，就原来是省级干部啊，那还是省级干部，免职的话还是省级干部，可能会范围小一点啊，也不会改变你的这个级别和工资待遇不变，级别不变，但是你现在没得干。就这样免职。撤职呢，就是直接剥夺你的领导职务，那么你原有的工资待遇全部都没有了，属于很重的这个处分啊。那么荔湾区呢，白鹤洞街道是这一轮疫情的重灾区啊。那么白鹤洞是有89个感染者，所以呢，当时第一个叫郭阿婆就是荔湾中心医院验出来的啊。那么白鹤洞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增光撤职，然后是街道办主任陈志峰撤职，党工委副书记蔡顺水免职，然后副主任街道办副主任季大过啊，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一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轮的情况，这一轮疫情处理呢，就是反应不够快的就干掉。那广州的，而且你可以看啊，他这次干得很特别。通常你看以前处分这些干部处分最重的是副职，或者处分最重的通常是这个相应的主管领导。比如说我分管医疗卫生啊，通常是主官负责全面工作，然后会有个副职负责具体的领域。比如说我是一个副市长，我是主管医疗的副市长。那处理最重的通常是副职，因为你主管。然后那个主官呢也会处分，但是没有这个主管的人处理的重。这次反过来，主官直接免职撤职，副官反而就反而就警告处分啊，有点不一样，跟以前有点不一样。然后是郑州全市个体诊所全部停啊，看来是在发酵。湖北是全省确诊病例10例，然后无症状感染者10例，然后就是其中武汉新增加的感染者是一个工地的这个传染链啊。丽江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丽江封了1个多月，还在封城，整个丽江到现在还在封城。网上有封信，就是叫实问丽江市政府啊。这封信很长，我节选一点跟大家念一下啊。这封信很有价值，大家听一下。这封信这么说，他说：“我是一名2018年将户籍迁入丽江的本地居民，在丽江已经待了整整10年了啊。然后从去年到今年，经历了4次封城，让我们这座边境小城面临着一次又一次近乎核弹毁灭式的打击啊！不论是民生、经济还是企业、个人，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困难。
然后他第一个问题是，丽江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当前的防控措施是否得当？那么目前丽江市政府针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就是全丽江市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全员居家隔离，严格限制离瑞人员进出。请问，目前丽江已经有5次疫情反弹，在当前丽江乃至全国这个反复化、常态化的背景下，你们除了动辄全市封城，动辄全员核酸、全员居家隔离的粗暴举措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加科学、高效、有力的办法来保障民生、经济、社会发展的齐头并进？如此长期按照此类粗暴的疫情防控手段，我相信用不了多久，除了瑞丽原居民、原住民之外，其他所有人员将全部逃离瑞丽，这是他一个说法。那第二个，请问瑞丽市政府、州委政府、省委政府，你们可知道，在2020年9月瑞丽第一次爆发疫情之前，瑞丽本地人口以及外来流动人口总共有多少吗？经历了4次封城、5次全员隔离之后，还剩下多少人口吗？他说，以中缅两国贸易为主的解告地区，目前仍然是高危地区，近几个月几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导致大量从事两国贸易相关的产业，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损失惨重，几乎承受着灭顶之灾。而在目前中低风险的瑞丽主城区，却不允许所有人主体企业进行任何有关翡翠、珠宝等线下、线上直播等相关复工复产的经营活动，甚至连居家隔离、自娱自乐的直播都明令禁止。请问你们颁布这类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由于你们一系列严防、严控、严管的政策出台之后，瑞丽的2大支柱产业边贸和翡翠近乎被你们管控到灭绝状态。现在瑞丽人口加速流失，导致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其他上中下游相关产业正在面临着中小企业及商户倒闭、民众失业、社会经济萧条前所未有的景象。请问当下民众百姓该如何生存？房贷、车贷、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生活经费如何面对？然后，第3就是目前我在经历长达4次封城、5次居家隔离之久的瑞丽，我个人看到地方政府除为了显示重视，高举抗疫大旗，干脆一刀切，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一有风吹草动，根本不管本地疫情严不严重，拿出硬刚姿态，不是全员核酸，就是全员居家隔离，甚至升级到目前全程不允许进出。我就差不多我就不念了，因为太长了。那么他还有一个奇葩，他说瑞丽市广大珠宝、玉石经营商户以及直播从业者需要离开瑞丽，为何不准其携带翡翠、玉石等私有财产？之后又松口说，有营业执照个体户、经营户出具相关私有财产证明，方可离开瑞丽。政策朝令夕改，让民众百姓与基层执行人员苦不堪言。人走，钱留下，东西留下，这是什么鬼啊？那最后写在最后，他这么说，他说，是否有效深入基层底层，了解针对性的解决百姓诉求，以及关注问题的矛盾，把工作抓实抓细？是否有为积极恢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工作做准备？是否有计划、有预期的组织工作人员，陆续逐步开放人群聚集度较低的企业或者主体，有序的恢复
经营、复工复产，然后写到最后，他说目前我们要做好持久战啊，那么要想办法保障民生啊，大概就是这样。这封信我为什么要念啊？念给大家听。这封信完整的展现了一个地方政府处理疫情的情况啊，也完整的展现了一个普通的市民在疫情面前面临的困境，就是生活的困难和他工作的困难。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第一，政府在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他采取的措施野蛮粗暴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隔离阻断措施全部都没有配套啊，所以它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看到视频，有人拿着身份证在那儿说你让我的这个，我现在没有感染，可是我的这个健康码是红色，我没办法去上班。如果连续5天我不去上班的话，我就会被辞退，而且没有补偿，我怎么办？我被辞退了，我就没饭吃。这里面就是这样的问题啊。那当地经济受到重创的是一个是企业倒闭，一个是市民失业，没有任何救助，没有任何救助。那么我们就记得从去年到现在啊，不断的有网上有人攻击美国的救助方案啊，救助方案没有救助，你看一下你啊，这是第三、第四，这件事情会随机的发生在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为什么？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疫情跑来跑去，根本不受控制，你根本无法预测这件事情哪一天会发生在你这个城市，无法预测，因为可能就是有个人坐一趟火车就到了你的城市，这个人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他可能就一夜之间天就翻天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可以随机的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这是第四个。所以不要去讲这个攻击这个救助，救助很重要，救助非常重要啊。第5个，健康码。我们之前有一集专题专门讲健康码。健康码是什么？健康码就是现在的枷锁。现在所有民生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来自健康码，失业问题、上班的问题等等啊。好，我们第2个主题，我们关于中国疫情，我们就讲到这里。我在这里再讲一下啊，讲一下什么呢？中加关系都讲不了啊，讲一些疫苗。我最近2天在推特上面啊，看到有一些媒体在攻击疫苗啊，我在这里讲一下我的立场，我顺便也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为什么不在推特上跟网友交流？大家知道，我在互联网已经待了20年，将近20年的时间，没有文字可以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可以讨论问题，其实是没有用。在论坛也好，在这个自媒体上讨论呢，打字是不可能讲得清楚啊。我们直接在这里先讲疫苗。疫苗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解决疫情的唯一手段，就是用疫苗来抵抗疫情、抵抗病毒啊，这是第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疫苗是解决疫情的唯一手段，这第一个。目前中国所谓的阻断和封停措施是暂时性的措施，它并不能抵抗，能抵抗的就是疫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疫苗不完美啊，疫苗不完美，它有2个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它不能100%的提供保护，它只能有限度的保护，就是70%、80%这样子啊。会有一部分人打了疫苗仍然不受保护，仍然会感染，这是它不完美的第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疫苗有副作用，不同人的体质会有不同的副作用，有些人甚至有很严重的副作用，这是疫苗的不完美之处
但是它仍然是人类社会目前为止解决疫情的唯一手段。这是第二条，就是疫苗的不完美。那么为了解决疫情，为了抵抗疫情啊，我们通过打疫苗保护自己的同时，建立这个群体免疫。群体免疫就相当于在病毒面前建立一堵高墙，不断的建立高墙，它就没办法传播出去了。所以群体免疫是最终实现控制疫情的一个手段。所以呢，打疫苗这件事情呢，既是保护自己，又是社会责任，因为所有人在打疫苗，必须打到一个比例，比如说60%、70%以上人口都打了疫苗，病毒就没办法传播出去了。这就是我们在对抗疫情当中的社会共识，这是个社会共识。那么我们每个人去打疫苗，也是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因为每个人都去打，才能建立社会群体免疫。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我不想去打，这是我的个人自由，这个没问题，这是个人问题啊。就是说，我不想去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我选择，我身体有问题，或者是我有不同的看法，等等等等，作为个体的选择，这是没问题的。这是第二点啊，就是打疫苗的属性，一个是公众性，也有个人选择啊。你作为个人选择，我没意见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在疫苗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有什么呢？有水军跑到美国的互动平台上面攻击美国的疫苗，通过攻击美国的疫苗，让很多的人产生误解，认为打疫苗不安全，然后选择不打疫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反弹的原因。当然，除了这部分水军，这部分水军来自哪里？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这两个地方的水军跑到美国来，跑到西方国家去进行舆论战，或者叫信息战，让当地的老百姓不去打疫苗。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美国内部有人为了攻击他的政治对手，也不让老百姓去打疫苗，也在攻击疫苗。这两件事情现在是在合流。为什么我昨天会在推特上批评那个媒体，有一个媒体在攻击疫苗这件事情的原因就在这里。没有一个疫苗是完美的，你怎么去骂它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公共场合去攻击疫苗的意图，值得令人怀疑。这就是我为什么昨天会批评那个媒体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清楚关于疫苗这件事情。疫苗不完美，大家不要跟我去讨论疫苗的副作用，也不要跟我去讨论疫苗保护不了，这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尽管如此，疫苗仍然是人类社会面对处理抵抗疫情的唯一手段，理解吗？所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这是常识，我们不需要讨论。如果我们再去纠缠这件事情，就反映了什么？要么我们脑子进水，要么你就被人利用。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网友说，发现我的这个帖子，我们留言的帖子被删掉，那我跟他一起解释一下，我就不回帖了。这里面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受到了五毛的高度关注，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聊天室啊，有五毛会来捣乱，但是五毛的主战场不在聊天室，因为聊天室有管理员在现场管理，所以五毛占不到什么便宜，两下就给干掉。
他们的主战场在我们的留言区啊，评论区。评论区他发动各种各样的攻击，用各种各样的身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误导大家。所以评论区我们曾经关闭过评论区，原因就是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管理。但是后来觉得很多人在提这样的希望能开放，我们还是开放。所以呢，评论区五毛大量的投入资源在我们评论区去误导大家。当然他们可以直接攻击我啊，上来就骂我啊，这是一种攻击方式。还有一种攻击方式就是贬低你啊，或者是质疑你，不断的质疑你，用很多的身份来质疑你，让你的整个舆论呢变得你这个视频是被质疑的，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印象。所以我们现在的评论区的这个言论收的是很紧，目的是不给五毛空间。所以呢，我尽量的建议大家不要去讨论问题啊，没有，因为讨论问题就变成被五毛利用，所以我们的言论是收的比较紧。所以有些质疑的这个帖子呢会被删掉的原因是可能会误解你是五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请大家谅解。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接受不了不同的意见啊，我们不同的意见，世界上满大街都是不同意见，我没有接受不了的情况，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不能够把这个阵地被五毛占领，所以请大家理解啊。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每位网友都把自己的帖子看得很重，我理解，但是也请大家理解我们面对五毛的攻击比你想象的要严重，你乘以10倍到100倍都不过分，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下子又讲过了。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 Helen， 谢谢 Sale， 谢谢Takayama 林，谢谢3E， 谢谢常伟，谢谢 Tree Yellow， 谢谢三门高，谢谢 Roger， 谢谢 GTG Toronto， 谢谢老罗王，谢谢。提前请王先生吃月饼，再过3天我就要回台湾2个月，如果顺利成行，手机是美国注册，出境之后不能打赏。 OK， 谢谢你老罗王。好，情况很多在香港的加拿大人都回加拿大了，多伦多房地产目前很多购买或者租赁都是香港回流的。另外我们有很多客户在香港收入都过100万，坚决离开，辞掉工作，卖掉房子，举家移民加拿大，没有留恋。情况听台湾朋友说，香港台湾街头出现了很多香港人，港式餐厅也多了很多。 OK， 情绪一方水养一方人，对于香港人来说真的是灾难。一个政府把老百姓推进含泪含恨不得不抛家舍业的境地，还能更狠吗？翻遍中国历史，只能找到当年沙皇俄国的历史事件堪有一比。作为一个小小屁民，只能仰天长叹，谁来救救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啊，只有中共干过这样的事情啊。情况检测需求PCR 试剂在19年的时候，大部分正规的实验室都是纯进口，国产的完全不可靠。2020年起，中国 PCR 试剂标准门槛大幅降低，几乎实现全国产化的大跃进。许多 PCR 试剂的生产公司是以前做食品类试剂的，甚至还有完全外行转过来，因此可靠性完全不靠谱。故中国的绝大多数，特别是普筛的核酸检测准确性很成问题。情况，瑞丽第一次疫情检测30万，现在只有23万，还有很多人要走。 OK， 情况，坐标深圳，进商场、菜市场、医院等公众场所扫健康码、量体温。菜场工作人员说，每周要进行1次核酸检测。某些餐厅进堂时
快递外卖禁止进小区，不知道是受全国疫情紧张的原因，忽然就严格起来，那就是因为有疫情了，一定是有确诊病例，只不过不告诉你啊。情况坐标郑州，昨天开始公交只运营早晚高峰，早上7点到8点半，下午5点半到17点半，就是5点半到7点，半小时一班，其他时间包括周六、周日停运，感觉又严重了，那怎么做得过来呢？这一个半小时有那么多车吗？情况今天和扬州老板聊天得知，这个字我忘记了，刚才忘记怎么念了。昨天核酸检测后，今天继续核酸检测，并且发新的通行证，没有确诊人员小区居家自行隔离，有确诊病例小区，政府组织去临近城市隔离，城市酒店隔离，比如盐城、常州等，就把它迁移走。现在扬州就开始把一些有确诊病例小区的人，整个小区搬到其他的城市去隔离。盐城、常州某个医院已经医生确诊，已经紧急转移了病人。情况，浙江有些地方有强制打疫苗的情况，听朋友说去足浴店，因为没有打疫苗，被派出所民警很粗暴地赶出去。观点，强力支持王老师对疫苗的观点。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常识啊。那么有些人会跑得来跟我讨论啊，这个疫苗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老实讲，我真不知道，我真不懂，我们真不懂，因为疫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啊。那么跑得来讨论的人，也就是一知半解啊，也就一知半解。然后有些人讲啊，我从事这个行业多少年了，鬼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不讨论疫苗，我不讨论疫苗的这个症状、那个属性，我不是我的领域。但是我们有常识，我们听谁的？听政府 CDC 的。那你说我不相信 CDC， 我们讨论就结束了，对吗？你说呢？观点：如果10月后又有一波疫情大爆发，明年2月北京冬奥会是讲疫情封城就凉透了。但中国还没有复必泰等有效疫苗可打。按照国际疫苗凶抢的现况来看，中国冬季疫情大爆发的几率非常高。我们现在不要讲10月吧，我们先把8月份看完吧，你说呢？不好说，现在正在爆发当中。你可以看现在中国有2件事情是越来越在蔓延。第一个就是阻断，你可以看高速公路阻断、航班阻断，就是火车阻断，现在开始阻断的面积越来越大，这第一个。第二个，隔离的规模越来越大。就是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卫健委的网页看这个高风险跟中度风险的这个区域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疫情还在继续爆发当中。那到冬天怎么样？我不好说啊。就这一轮，就是南京这一轮疫情，现在还在往上走了。上一轮是广东疫情是广州跟深圳，这一轮就是南京这一轮爆发的规模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南京这次疫情爆发在机场，在机场机场四通八达，到处都去啊。观点：现在台湾国民党整天唱衰台湾疫苗，一直称赞中国疫苗，对于台湾疫苗动不动就公投。但对于中国疫苗效率却视而不见，很难想象国民党领导台湾人的钱会帮中共做事是什么心态。国民党我不想再说他了。国民党这帮子人呢，他们已经成为失去
失去理智的人，所以我不想讨论他。他们应该像泡沫一样啪消失掉才对。情绪墙内，晚上10点多听完王老师的课，常常彻夜难眠，无法自处，也没有太多的可以改变，不知如何跳出消极的处境。我们很消极嘛？提问啊 ，OK，那我们以后就多一点正能量吧，好吗？你希望吗？提问：共产党这么玩，迟早会遭到猛烈的报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请问王老师，我们无辜的老百姓怎么办？走没本事走，现在又觉得活得太累，我们底层的老百姓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很多次啊。老实讲，你能做的事情并不太多，你只能做一件事情，把你自己做好就行，没有别的办法，应对不了。你能知道这些事情，你已经厉害很多了啊。那么，然后在发生的一些事变的当中，你能取得一些先机，只能是这样啊。提问：王老师你好，随着疫苗的普及，欧美之间以及新加坡也许可以凭借疫苗护照开放，可是中国坚持清零，这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隔绝吗？你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模式是什么？我是指中国与别的国家的基本的联通问题。中国已经讲得很清楚，在明年年底之前，它不会开放。它不会开放的意思就不会让别人进来，也不会让自己的国民出去，基本上是这样的态度。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现在今年年底都还没过呢，他已经讲明年年底之前他不会开放。所以呢，中国会和全世界其他的部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觉得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其他的地方会开放，我讲呢，欧美肯定是疫苗护照就是为了开放用，所以欧美国家会很快的会开放，然后随着这个疫苗的接种，其他的地方也会陆陆续续的开放，我认为是这样。但是中国不会开放，至少在明年年底之前不会开放，这是明确的啊。观点 ：CCP 高层难道没有人明白这种不惜代价的防疫做法的后果吗？这样下去，饿死的人会比病死的人还要多。现在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老实讲呢，它没有其他的手段。为什么？因为它的疫苗无效。疫苗无效，你抓个人去打疫苗，打完疫苗以后还是提供不了保护，就没有办法建立群体免疫。没办法建立群体免疫，那你怎么办？那你只能隔离跟阻断，让这些事情停下来，然后再来看别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现在在重复去年发生的事情，去年在重复2003年发生的事情，中国一直就没有进步过，就是这样。为什么？骗人骗惯了呗啊！疫苗也在骗人。观点：曾经有不少观点认为，共匪绑架中国人民做人质，就算死了也拉人民做肉盾，给共匪陪葬。然而，据我观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用各种方式主动选择与共匪同归于尽，其中就包括鼓吹战争，期望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搞垮共匪，哪怕战火殃及自身。当下开战气氛热烈时，反倒是中共内部有人怕死退缩了，试图降温。怎么说呢？战争，我不是很喜欢讨论战争，老实讲，轻言战争不是个好事。观点：我是韩国粉丝，曾经非常震惊的发现，那些风靡亚洲的年纪大一些的韩国艺人的偶像是香港明星，他们小时候看的就是香港电影，听的是香港音乐，有些香港歌曲张嘴就能唱。共产党天天说文化输出，而香港早在40年前就做到了，非常对。观点：中国的国防部是个空架子，外交部人员也不主导负责外交，主持外交的是中央委员杨洁篪战狼，是为了向
向亲自主导外交的习近平表忠心。外交人员战狼是外围人员摸不清上头的风向，如果战狼行为出错了，也显得比买办、投降之类的错误要小得多，是中共乃至中国历史上宁左勿右的官场逻辑的延续。OK， 情况，微博上新热搜：中国人权发展的光辉篇章，评论区大型翻车现场，新华社赶紧关闭评论数小时后，精选10条留言，有关话题讨论才全是醒着的正常人。那些自圆其说的认真劲真的是笑掉大牙。提问：秋季9月去美国留学，在国内打科兴，国药感觉保护率不高，复必泰上市迟迟没有消息。没打疫苗去美国打疫苗需要花1个多月的时间。美国每日新增20多万新增病例，没打疫苗感觉有点危险。请问王老师，现在国内打国产疫苗至少比没打疫苗要多些保护吗？为什么？有什么打疫苗的建议？美国新增的这个病例都是没打疫苗的，所以呢，你到美国来打疫苗就好了，我觉得没有别的。除了这个以外，国产疫苗打了跟没打差不多，因为它提供不了保护。我的建议有2个，在国内的网友，如果需要打，还是打。为什么？因为你有出行的困难，如果你不打的话，你会面临出行的困难，所以你还是去打吧，这是第一个。因为打总比不打好，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啊。会有副作用，但是我还是认为疫苗本来就有副作用，只是有根据个人体质的问题，你要衡量一下你自己的体质，然后再决定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网友没有别的，就是你拿这个美国新增几十万病例来考虑的话，那你就不要来美国。如果你再考虑20几万病例拿来说事儿的话，你就不要来美国，留在中国。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泰山会、茅山会、西山会被取缔？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个情绪，感谢王老师的节目，让我在去年被监察委监视居住后，看清楚了墙内的本质，不是自己运气不好，而是这个体制之下，每个人都可能被审查。回忆起里面的经历，更是清晰地看到这个独裁政权的邪恶，比文革还可怕。10多天内每48小时睡2个小时，各种陷害恐吓，抓捕亲人作伪证，口供定罪，这就是电影里的白色恐怖。这些人颠覆了我的认知，差点崩溃。还好发现了王老师的节目，让我重新的认知这个社会。谢谢你。观点：骂高端疫苗的通常也都提不出高端有什么问题，缺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吹毛求疵也不会与其他疫苗状况做对比，因为他们只是要反对。他们反对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反对的目的就是不能让你好嘛。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个，这美国情况也是一样，就是不能让你好嘛，就得让情况糟糕下去，糟糕下去我才有政治机会。其实说到底就是这个是非常龌龊的，这是个非常龌龊的这个黑暗心理啊。观点：赞成不要在网上和人讨论，网上有大量脑子进水、没有逻辑、没有常识的人，你无法和他们正常交流。天才的境界是凡人难以触及的，同样的，愚蠢的世界也是常人无法想象。更别提网上还有一部分人拿钱说话。我们在网上能做到的就是尊重不同人的意见，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于说完了别人信不信、同不同意，不是你能左右得了。在网上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啊。我在推特上讲过，网络绝对不是讨论问题，网络是个非常好的表达观点的地方，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一表达你的观点会被很多人看见，这是个很好的地方，但是不是讨论问题。所以我要辩论一个对错出来，那是缘木求鱼。
我混论坛混了10几年啊，我在论坛上跟别人打比战打了很长时间啊，我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我在推特上留言说什么，论坛论坛更糟糕，论坛没有字数限制，一写上万字。那论坛什么收获都没有，混了论坛10几年下来，什么收获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写帖子快，没别的啊。观点特别想听老师讲中加关系，今天直播一节目又不够了，希望王老师在直播2讲。好的，好，我们晚上直播2一定讲。明谢 CC 谢谢 Regit 唐谢谢古凡谢谢 CYH 谢谢王先生手中的苹果常在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